你有没有想过，地球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？今天就让我们跟着科学的脚步，一起追溯到138亿年前。在那时的宇宙还是一片混沌的状态，宇宙中所有的物质都被压缩在一个点之中，而随着起点的爆炸，时间和空间瞬间形成，大量的尘埃和气体在太空中喷涌而出。这些爆炸的残留物与其他气体云结合起来，并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熟悉的星系。剩下的气体和尘埃围绕着太阳形成了一个圆形星盘，而这些星子中最大的那些就成了行星的早期形态。也正是这些行星组成了我们今天的太阳系。慢慢的，这些行星开始按照一定的轨道围绕太阳有序旋转，而科学家们相信46亿年前的原始地球就是以这种方式诞生的。45亿年前，一颗小行星在偶然间撞上了地球，当时的地球宛如一片炼狱，炽热的岩浆喷涌而出，在当时不具备任何生命演化的条件，而那些在爆炸中产生的陨石碎片一直不断地飘向太空，最终因为引力聚合成了早期的月球。在那时的地球还是一个没有海洋、大陆以及大气层的巨大岩石球，随着它持续遭到陨石撞击、放射性衰变以及被引力不断压缩，地球被不断加热，最终到达铁的熔点，然后地核就诞生了。42亿年前，地球进入太古宇宙时期，地球不断向外释放能量，岩浆喷发所释放的水蒸气、二氧化碳等气体构成了原始大气层。38亿年前，地球地质环境开始慢慢稳定，地表温度也逐渐降低。这时，大气中的水蒸气都凝结成了液态水，落到了地面，形成了一场持续了几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的大降雨。最终，这场大雨汇聚出了原始海洋，因此原始海洋是原始生命诞生的摇篮。35亿年前，产氧生命体首次出现，蓝藻开始进行光合作用。25亿年前，地球进入远古宙时期，大量藻类植物开始疯狂繁殖，海洋与大气中的含氧量迅速增加，生物演化并逐渐开始步入正轨。5.4亿年前，地球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，寒武纪生命大爆发，各种各样的神奇生物在2000多万年前的时间内接连出现，地球上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，是地球发展的新里程碑。4.5亿年前，第一次生物大灭绝悄然来临，距离地球6000万光年外有一颗恒星爆炸，形成了一个超新星，而在此时它的两极发生了巨大的能量束，也就是伽马射线暴。不幸的是，它刚好击中了地球。伽马射电暴一共持续了10秒钟，使得地球大气分子发生变性，其中有 30% 的臭氧层被伽马射电暴带走。大量的太阳紫外线能够直接到达地球表面，导致生物大量死亡，海平面大幅度下降，最终导致 85% 的物种灭绝，超过 60% 的生物消失，远古大陆也随之露出水面。3.65亿年前，便迎来了第二次生物大灭绝，地球忽然开始剧烈晃动，同时大量岩浆和高温气体从西伯利亚地区的海床裂缝中喷出，这导致附近的海水开始沸腾，杀死了大量生物。随着岩浆的摧残，很快就摧毁了附近的所有珊瑚礁和其他生物，至少 70% 的海洋生物彻底消失，鱼类时代终结。3亿年前，地球含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值，巨型昆虫随处可见，陆地 99% 都被蕨类和森林覆盖。2.5亿年前，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大灭绝事件，估计地球上有 96% 的物种灭绝，其中 90% 的海洋生物和 70% 的陆地脊椎动物灭绝，三叶虫、海蝎以及重要珊瑚类全部消失。这次大灭绝使得占领海洋近3亿年的主要生物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而生态系统也获得了一次最彻底的更新。2亿年前，受地质活动影响，盘古大陆开始分裂，岩浆喷涌而出，形成了第4次生物大灭绝，76%的物种消失，爬行类动物遭到重创，恐龙慢慢崛起，
站在了地球食物链的最顶端。最后，直到6500万年前，当时一颗直径超过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，引发了强烈的地震、火山喷发、海啸等自然灾害，80%的物种消失，大型陆地动物几乎全部消失，恐龙整体灭绝，退下了历史舞台。火山爆发又会导致地球温度下降、海水酸化，以至于大量生物死亡，但仍有极少部分的生物逃脱了这次生物灭绝，并且在之后的日子里再次繁盛起来。距今约500万年前，地球上开始出现人类，并不断繁衍进化，直到现在，人类通过自身的智慧，加上不断学习和进化，终于成功站在了地球生物链的顶端。不得不感叹，一个生命的消失与另一个生命的诞生，不过只是大自然的循环而已，而我们最终也可能只是地球上的匆匆过客。